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刚刚讲到了是中东的局势发展，我们现在来为大家更新乌俄战争的最新状况。目前看起来，这个俄罗斯感觉又要慢慢进入到了红军城。红军城我们之前都一直讨论过，它是乌克兰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而且跟他们的后勤补给有很大的关系。好，我们现在就来看呢，就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军人他说，不久的将来，俄军将再次的突破红军城哦。这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攻击连的中士他说的。他说，俄军现在尝试从两侧要来包围这个突破红军城，就像对巴赫姆特所做的那样，而且要试图占领此地，并沿着第聂伯河来前进。那俄军也试图要突破两个点，有一个叫做库拉霍夫，还有一个叫做歇里杜河的定居点。那俄军似乎都没有降低任何的战斗的那个强度。好，我们就来看这张图哦，它怎么样来进攻呢？一个其实是从这边来进攻，另外一个是从下往上来进攻，目的就是要在这个红军城这边慢慢的攻破。好，当然它不是一下就攻到红军城，因为我们也讲了蛮多个礼拜它是慢慢的往前推进。好，那你看到上面有个库斯克，对，我们把库斯克放大到这张图来看哦，这是俄罗斯也说，我们已经在打这个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哦。那乌克兰说，我们也在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弹药库。好，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国防部通报说，他们在21号凌晨，俄军这边也使用了高精度的武器和攻击性的无人机来对乌克兰的军工企业的能源设施还有无人机的生产车间进行一些这个集群的打击。好，为什么要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因为要冬天了嘛，所以他再度又要做一些反击。好，那当然乌克兰就打了这个俄罗斯的弹药库，当然是对各自的一些觉得他是可能罩门的部分来进行一些攻击。好，那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参谋总部说，乌克兰在21号也攻击了俄军在这个一个边疆区的弹药库，还有附近的雷达站，也有做相关的回击。好，那俄罗斯也说他们在一夜击落了101架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那这无人机叫做固定翼无人机，然后这被防空系统进行拦截也摧毁。那基辅这边则说，乌克兰今年我怕你吗？我可以生产超过100万架攻击无人机啊，所以你打这101架没有关系啦。好，但俄罗斯也说我可以生产140万架。好，所以反正现在就是一个无人机的战场就对了。好，那在乌俄之间现在打得没完，但和谈到底有没有可能呢？年底之前会不会有结果啊？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嘛，这中东还在打，那乌俄是不是可以稍微停一下了？好，有没有结果呢？我们来看哦，泽伦斯基说，他们乌方准备在第2次乌克兰的问题上面和平峰会要跟俄罗斯来见面哦，感觉是有释出善意嘛。然后他们正在制定乌方的胜利计划，也计划要跟俄罗斯做对话的基础。好，但是俄国外交部就说，我们不会参与和平峰会啦，也不拒绝通过任何政治外交的方式解决乌克兰的危机，但前提是我们普京说的话，普京提出的条件，你们要答应。好，普京提什么条件呢？他说，乌军从萨克达、卢甘斯克、赫尔松还有扎波罗热这4个点要全面撤军。大家想有可能吗？好，不可能，所以这自然一定会破局。好，路透社也说，伊朗现在扣住了导弹推进器，根本没有交付给俄罗斯。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有可能认为说，这个原因是因为伊朗想要借由扣住这个导弹的推进器，是不是预留一些空间来跟西方大国来做一些新的谈判？哇，所以你也不知道，伊朗真的还蛮聪明的很容易在两国之间进行一些交涉。好，不过呢，中俄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是越来越密切？我们看到中俄在日本海联合军演也加强了军事合作，他们有个第2阶段的演习，也到了这个日本海的附近海域来进行。那中俄之间也围绕着编队要联合防空啊，还有舰机协同来反舰等等的，使用一些实际的武器来进行演练。那甚至现在俄罗斯输到中国大陆的天然气，他说在年底将达到一个最高水准，他目标是年供300亿立方米，非常的多。所以现在中俄之间的关系看起来越来越好，这可能也会造成一些比较冷战的氛围。我们来问彬哥，其实现在情况对乌克兰当然是非常不妙。库斯克这边俄军开始在反攻了，然后乌东这边红军城现在也陷入危境。那你想想看，对泽伦斯基来说，如果他放弃库斯克这边，在政治上就是一大挫败，因为过去他一直宣称说他占领库斯克这边是要来跟那个俄罗斯和谈，让自己处在一个有利位置。那现在看起来他不太容易保住库斯克这个地方。
那不要说库斯克，你现在红军城如果都丢掉，那整个乌东的门户就洞开了，他恐怕根本守不住。所以这个在未来的谈判上面当然是更加糟糕的一个态势。所以现在就是泽连斯基到底要如何撑住，至少在美国大选结束前，至少撑住这样一个局面。那如果没有北约的大力相助的话，我觉得单靠乌克兰恐怕很难守住这个局面，因为要一路撑到11月，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在这1个多月之内，我相信俄军恐怕会加强更大的压力，然后逼得乌克兰到最后处在一个越来越不利的一个地位。那至于说谈判，我个人认为现在大概是不太可能和谈，因为对普丁来说，我现在处在一个有利的地位，除非你完全答应我的条件，不然我干嘛跟你和谈？那对泽连斯基来讲，现在情况那么糟，一谈一定是很糟嘛，除非他愿意割地赔款，不然的话他怎么谈？所以双方现在大概都没有办法谈，美国也不会希望他谈，美国一定是希望至少在选举投票之前，至少这个乌克兰战争还是在继续进行当中，所以至少在11月之前，这个和谈是不会出现的。最快恐怕我觉得大概要到年底甚至明年和谈才有机会出现。那这段时间就是乌克兰要继续损失他的生命，损失这么多人，这也是没办法的一个事情哦。那至于说，你看美国现在到处在穿梭，表面上美国好像真的很用心尽力在协助乌克兰，实际上我觉得根本没有。因为现在对乌克兰真正的协助是什么？你美国就是大笔的军队、军援、物资全部都送到乌克兰去，这样就可以表示你对援助他的决心。可是美国有吗？没有哦。美国还是断断续续丢一点给你，从来没有大批的援助出现过。你看昨天那个冯德莱恩代表北约去乌克兰参访，也是讲了一大堆，说我要援助你350亿欧元啊，什么什么讲一大堆。抱歉，那些都是计划中，什么时候会来也不知道。那乌克兰马上就要面临寒冷的冬天，然后它的能源设施的2/3被俄军毁掉了。那请问一下，怎么去度过这个冬天呢？所以局势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那另外一方面，也因为美国不断的施加压力的结果，现在中俄基本上已经形成准军事同盟。虽然他们没有签字，可是实际上就等于是准军事同盟。我必须跟大家讲，其实冷战已经开始了，在我看来已经开始了，只是会不会像演变到过去的冷战这样极端，还有待观察而已。但显然现在就是中俄对抗美国的这样美国为首的这些盟国的一个形势，这已经不会改变。那这个未来世界是不是要重新回到这样2大阵营彼此封闭、不相往来的情况？就看这些政治人物智慧如何解决。好，怎么样解决真的是很关心，大家都很着急哦。我们来问舰长。今天是秋分啊，那不过呢，我们来看现在俄乌战场它的天气如何？在基辅，昨天晚上最冷的温度只有9度。那在哈尔科夫最接近库斯克的地方，其实它的温度只有7度，也就是它已经到了该供暖的这一个标准了，但是能够供暖吗？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俄罗斯早就针对它的发电厂以及相关的供暖的这一些基础建设，然后进行攻击啊。那至于说中国大陆呢，那它现在我们看到说会向俄罗斯购买最多的天然气，其实中国大陆从2017年就开始推动所谓的煤改气，也就是以前使用大量的煤矿。那现在呢，大量的改用天然气，所以它借用了很多的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的部分啊。那大家认为说这个天然气的部分啊，在北溪1号、2号管线被炸之后，俄罗斯应该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并没有。怎么说？我们来看看我手上的这张图的统计啊。我们来看看这一个黑色，也就是现在提供欧洲最多天然气来源的，这是什么？这个是天然气船啊！天然气船从哪来？从美国。所以欧洲的各国，你买不到俄罗斯便宜的能源，你买的是4倍价格的美国的天然气。这个就是好朋友美国啊。那第二条的这条红线呢，
其实是挪威。挪威它有固定的一个天然气管，为什么它的天然气供气会慢慢的降低？这个问题是不是也要问问美国啊？你想发财还叫挪威少供一点气？但是我们看看第3条这个黄线是哪里？这条就是俄罗斯。俄罗斯供气其实一直都维持在一个标准上面。然后如果说我们来讨论说中国大陆对于这个供气的现象，其实另外一个问题啊，也就是现在正在讨论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这个2号的这个供气的这条管路，虽然它要经过蒙古啊，但是它跟输往欧洲是同一个油气田啊。那所以也就是你现在欧洲不进，不过有中国买啊。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说看到现在的俄乌的战场啊，那大家都有很多的说法了，但是实际上来讲，泽伦斯基从去年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的是夏季反攻，结果看到反攻了吗？没有反攻。他现在又开始讲说胜利计划，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啊。他到底是他的胜利计划，还是俄罗斯的胜利计划？这很难讲啊。可是我们要注意到另外一件事啊，什么事情？也就是为什么在8月的时候，普丁跑了一趟亚塞拜然，因为亚塞拜然其实就是所有伊朗的装备啊送往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交通线。我们这边来看啊，这个就是伊朗，他要把装备送到黑海这附近，都要经过里海。这个库巴是他的首都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看亚塞拜然跟亚美尼亚冲突的时候，明明支持俄罗斯是支持亚美尼亚的，可是他为什么普丁跑到亚塞拜然？也就是他要打通这条路，他打通这条路的目的是如何？就是获得伊朗的这个，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法赫塔的这个360的这颗飞弹，这颗飞弹其实很短程啊，120公里。但是现在美国路透社又说了，他没有提供booster， 就是推进器这一段，这个就有点外行。它从来就不是一起运的，为什么？因为弹头 warhead 本身它有非常多，最起码5道以上的安全及备炸装置，就是你要起飞达到多少速度，你要达到多少高度的时候，它的弹头才会完成备炸。可是 booster 不是，它的推进器不是，它非常容易受到静电的影响，或者是高温的影响，就产生爆炸，所以原来就不是一起运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认知作战啊！就是告诉你，没有哦，伊朗没有要全力的力挺俄罗斯啊，然后他们未来还要跟美国啊、欧洲啊这些大国进行什么样的交换啊，并没有。对于军事不了解的，就开始对大家进行认知作战。好，这是在分化吧？好，大仲教授。对，因为从军事上来看啊，就像刚才所提到红军城的方向。俄罗斯是逐步推进啊，但速度可能没有像1-2个礼拜前那么快啊。但是俄罗斯应该是势在必得。那看起来乌克兰也并没有撤手啊，他还是在里面花费了很多功夫做抵抗。那第二个在库斯克地区哈，如果根据 ISW 战争研究所的互动式地图，大家可以看到，俄罗斯是尝试从不同的方向去夺回领土，大概有7到8个地方有零星的已经被夺回。那这些是宣称的，但有一些地方是确认已经被俄罗斯拿回来。好，这是在库斯克方向，因为泽连斯基在前几天前还讲说哈，他们在库斯克地区成功牵制吸引至少有4万名俄罗斯的军队在这个地方。好，但一般判断这些所谓的俄罗斯军队也并不是他最精锐的。好，在乌东地区方向的这个士兵。好，所以这是在军事上，我觉得还是往前在推进，而且看起来对乌克兰不是那么有利。第二点啊，刚才特别有提到泽连斯基的胜利方案，因为胜利方案这个字眼提出来至少1个多月前，但现在好像有更多的一些讯息呈现在媒体前面啊。第一个是泽连斯基把库斯克地区这是我的胜利方案之一，所以代表什么？这个地方他不能丢，不能被俄罗斯反攻成功。第二点啊，他也把
西方国家进一步开放武器弹药的使用，在俄罗斯境内也列为它胜利方案的一部分，主要是暴风之影，还有美国的陆军弹道飞弹系统能够进入到俄罗斯境内做纵深打击。那这一点1个多礼拜前，拜登跟英国首相并没有同意，所以现在这个方案要拿到什么？下礼拜泽连斯基会去见拜登，会去见贺锦丽，他还特别讲说，我一定会去见川普来做讨论。那泽连斯基的胜利方案的第3个地方就是继续希望西方的军事、经济上各式各样的援助。第4个是他希望探讨到比较后面的战争结束之后，乌克兰在全球安全的地位跟安排，还有战争的重建。他甚至讲说，胜利方案已经执行到7成、8成到9成，看起来是蛮乐观。但是他也是要作为一种外交上的宣传啦，希望能够让这个西方国家能够接受，就是持续支持我，让我再挺下去。那最后就是第2次的和平会议啊，因为6月第1次，那第2次据说在11月。那这一次其实俄罗斯已经非常清楚说，我也不会参加，你邀请我，我也不去。那所以这个和平方案就很吊诡，因为照理说和平方案是真正能够在政治上能够达到一些共识，但可能看起来俄乌双方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共识存在。普亭要求的泽连斯基给不出来，泽连斯基要求的1991年的边界，包括克里米亚半岛，普亭也给不出来，所以这战争一定会拖下去，拖到今年以后。对啊，所以这个战争你光一方想要，一方不想要，这个东西就可以拖很久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乌克战争打了这个快3年的时间嘛，可能还会再继续打。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之前也曾经谈论过，这个波音其实有很多的状况产生，但现在是不是有人雪中送炭呢？我们看到波音这边，因为这个有中国大陆这边下了一个订单说是10年来最大的订单，那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旗下的一个金融租赁公司，在19号宣布说，他们要买50架的美国波音737 MAX 8的喷气式飞机，说这是2015年以来中国向波音公司购买最大一笔的飞机订单。好，那因为中美贸易摩擦之后，这个波音的中国订单就大幅减少，所以也面临了一些事故停飞的冲击。那还有跟中制的 C919 飞机来竞争。不过我也很好奇，为什么现在中方要突然大手笔的买所以等一下问一下特别来宾。好，但是波音这边也开启了重大的改组，像是防务部门的主管也离职，那甚至像之前这个星际客机不是飞船故障，把太空人都留在了太空舱吗？还有政府合同亏损之后，3.3万名的波音工会的成员在本月的中旬也是有罢工的状况，甚至也导致波音飞机的这个生产停摆，影响了很多多型号的客机生产。那所以现在波音的状况确实很多。好，那也由于让工人放无薪假、休假以保留现金，所以波音的股价也跌到了52周来的低点所以它现在真的是一个两面烧的状况。那根据估计，这个罢工的第1周已经给波音造成了至少5.71亿美元的损失。好，那到底为什么中国大陆要下订单？真的是要雪中送炭吗？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马斯克对于波音有一点不太开心，因为呢，他最近违反了一个许可的规定，然后面临了63万多的美元罚款。所以他就说，你这个机构罚我有问题吧？你只关注小问题，结果波音公司的严重问题，这个你都没有管。他说这个是不公平的针对 SpaceX， 而且宣称这是非常错误，将人类生命置于危险当中他应该就在批评这个星际客机的事情。好，从大飞机到外太空吗？这个总理出访之前被嘲笑说没有翅膀激起了自强斗志。这是 C919，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中制的飞机，它的设计专家的成员叫做陈布什，他说我们1960年代我们的周总理就是周恩来访问欧洲的时候开的是螺旋桨的飞机，就有人嘲笑说你们是没有喷气时代，还说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雄鹰，这让他激起他的斗志，所以他就开始要做一个很棒的，所以就创造了 C919。好，那他说如今中国的3大航司也全部都开启了 C919 的商业运营，所以欧盟的适航证也正在申请当中，所以预计明年
就有望来进行取得哦。他们说这是我们的一个自强斗志。好，但是现在中国大陆还做了一件事情哦，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嫦娥6号嘛，好，嫦娥6号在今年6月的时候顺利完成了人类首次从月球背面的这个土壤采样哦。我们看到画面上，他们说带回了1935.3克的样品哦，这确实让很多人知道说，现在中国大陆在月球探勘上面的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里程碑了。那央视也进入到位于中国科学院里面哦，国家天文台的月球样品实验室首度公开了嫦娥6号这个月背土壤的画面哦。好，另外还有中国科学院的这个国家天文台领导的联合研究团队，在国家科学评论当中上面也发表了嫦娥6号返回样品的首篇论文哦，详细分析了月壤的成分。我们大家对月亮都很好奇哦，从最早的这个阿姆斯壮，我的一小步啊是人类的一大步，到现在中国大陆啊也是这个嫦娥6号不断在探勘月球。好，但是他们还没有完毕哦，这个央视也独家曝光在太空中哦，这个机械手臂可以这个检查中国太空站的惊人景象。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央视所独家曝光的，他们在太空站机械手臂就可以直接检查太空站哦，所以这也想见说，他们现在技术是非常的高超哦，说不是只有美国、只有俄罗斯做得到，我中国也做得到。好，那甚至他们也发射了天启星座，这个是在9月20号下午5点的时候，快舟1号甲固体载运了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那以1箭4星的方式将天启星29、30、31、32都送到了预定的轨道，那也圆满成功。那在前一天19号的时候，他们也才刚把这个长征3号送到了这个1级上面的一个面积，然后发射第59、第60颗的北斗导航卫星。简而言之呢，就是他们现在太空的这个技术非常的好，一定是不输于美国跟俄罗斯，他们要强调的就是这个。好，彬哥来看，现在中国大陆他们到底为什么这个波音要救他们一命？对，这个其实大陆之前因为跟美国关系不好，所以他已经很久不跟波音买这个飞机了。那波音当然是一直不断的去游说，包括之前美国也好几个官员不断游说，希望中国大陆去买。那中国大陆突然之间在这个时候宣布要买波音的飞机，所以这是特地想要缓和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吗？我觉得有可能。那更重要的可能是也是为自己的 C919 铺路，因为 C919 的适航证一直没有发出来，美国跟欧洲都还没发。那现在突然之间传出来消息说，欧洲可能明年有机会会发，这个消息听起来颇奇怪，因为本来大家预期就是一般外界是蛮悲观，可能预期10年8年之内，欧洲跟美国应该都不会发适航证，因为他们都要保护自己的飞机产业。那现在如果说真的明年就会发的话，那显然是大陆有做其他方面的运作，那是不是就是承诺去向他们买飞机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做一个交换利益？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不知道。那当然看起来是有可能是这样，不然的话实在是搞不太清楚大陆这时候去买波音干嘛？对啊。而且波音现在情况其实非常糟糕，因为一方面罢工的关系，另外一方面波音实在出事的频率实在是太高了，高到非常吓人。所以波音这个公司如果没有整个重新改组的话，好好把所有的环节全部重新整顿的话，波音这个公司要再起其实是蛮困难的。那当然马斯克会不高兴也是应该的啦。为什么？因为你来罚我，可你不想波音不是更糟吗？波音才应该要被罚，不是吗？结果因为是波音是你亲生的，是吧？所以你就不理他，然后我是外面自己起来，你们就故意来弄我。实际上这次波音在这个太空上面的这个事故，还是靠了 SpaceX 帮忙，不然的话可能后果更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也是不太合理，难怪马斯克会不高兴。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当然他一直努力要发展自己的航空事业，因为过去一直被人家瞧不起嘛，觉得中国大陆根本没有能力自己去运作。那 C919 目前其实它的自制率也不过60%。那当然一方面它是为了，就是现在整个全世界航空企业都是这样，就是跟全世界合作，你很多部件来自于世界各国，这样子一方面也有助于就是大家不要都各自壁垒，你都不买我的东西，我也不买你的东西，那大家能够互通有无。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能够加快它营运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当然未来他们是要把引擎也用自己国产的去取代，
这是他们未来的计划。不过他们现在这个国产引擎还在测试当中哦，还没有办法正式成功。那对大陆来讲，就是一步一步的慢慢推行。那 C919之后，他们还会发展更大型的飞机。其实这也是中国大陆一心想要去做的。那它成功的几率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它自己本身的市场够大，所以就算欧美的这些国家不愿意买，至少他们自己国内的航空就可以撑起一片天。C919现在订单几乎全部都来自国内，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大陆是有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那未来能不能成功，就看它的飞机是不是真的品质够优秀。如果够优秀的话，我想至少第三世界的国家会先去跟他购买，他就慢慢可以立足。那至于他的航天事业，其实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特性，它也是一步一脚印，慢慢稳扎稳打。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现在看起来它好像越来越有追上美国的趋势。哦，对，确实，我们从以前的历史到现在来看其实大国都很喜欢最后发展就是航太事业，感觉这个航太有进展才代表它大国的体现才真的是完整。舰长，航太是新高地。所以就是主持人刚刚讲的，各个大国都要前往新高地，抢占新高地，飞向宇宙，浩瀚无垠。对，那我们讲到说这个马斯克他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也就是说，他其实只是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事，他被罚了63.3万的美金啊。可是波音到现在被罚了多少钱呢？好像没有听说啊，是不是？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啊！那你不能够说真正的出现各种维安因素的波音，你视若无睹，然后你拿小事情去罚SpaceX。那另外呢，我们讲到中国大陆的这个自制飞机啊，那其实我们看到上面这一架就是 C919，在19号的12点11分降落在拉萨的贡嘎国际机场。那这一个为什么这么样的重要？因为在拉萨，在西藏它的高度相对的使得空气稀薄，是不是能够让它的飞机引擎能够正常的运作？这是个问题。他先去试飞，但是安全的降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C919，但是同场还有另外一架飞机叫做 ARJ21它也在这里进行试飞。ARJ21跟 C919到底哪里不一样呢？它其实它的距离更短它大概就是1900公里的这个区间客机。那 C919呢，它虽然称不上广体，可是它的飞行距离到达4075公里，其实是比较高的。那至于说中国大陆这一次这个去购买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旗下的金融租赁公司，去买了这50架那个波音737 MAX 8的这个飞机50架60亿美元，我相信这件事一定要挨骂的。为什么？因为你是怎么样，就是说相对来讲，对于中国大陆国内来讲，他们 C919没有办法对美国或对欧洲来飞行。然后同样的，我们刚刚讲到的 ARJ21也是。那我们为什么要买波音的客机呢？那为什么要买那个空中巴士的客机呢？那为什么不支持国内自己呢？而且现在我们仔细的看一看这个波音他们其实原来应该要交机的飞机已经到达85架，可是实际上只交22架，你还下单所以非被骂不可，一定是被骂的。好，大钟教授。对，我也补充一下这个马斯克因为马斯克我觉得他可能抱怨的并不是被罚的金额，因为他今年2月被罚了17万多，他主要控诉的地方就是 FAA 就是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你太没事找事做，因为他甚至说被罚的去年6月跟7月的2次卫星的这个发射，其实他都有事先告知在6个礼拜之前，但是 FAA 并没有给予一个明确的规定，而且他认为这无伤大雅，不影响安全，这第一个。第二个，马斯克比较重要的地方是他在抱怨大小眼，就是刚才舰长所说，因为波音也有很多的问题，可看不出来 FAA 有这么积极的一些做事跟监管。
那所以他的抱怨是很成真。再加上其实他也抱怨 FAA 是官僚了，就是做事没有效率。我们不要忘记，因为马斯克跟川普关系不错，川普甚至讲说，假设他入主白宫明年，马斯克会成为政府效率管理委员会的一个重要的成员，就是用马斯克这样的人去改革美国的一些官僚机构跟行政效率。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波音跟这个马斯克的 SpaceX 是有很强的竞争关系。但是波音是个老招牌，它从上个世纪就参与美国的航太计划、月球计划，从双子星、阿波罗到水星计划，无一不语。资金多，人多，但是它是个很大的机制。但马斯克的公司才20年呢，但是这20年他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媒体上试射失败，但是仔细看看这20年他做了什么，包括在这个轨道载运火箭猎鹰系统，从1号到9号。还有更大型的可回收的载运火箭星舰计划、龙太空船，最后是低轨道的卫星。其实呢，你看到的是一个面向，但它后面还有很多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所理解？因为呢，来看到是俄乌战争，现在说可怕的攻击，这是俄军他们飞弹夜袭乌克兰，而且打的地方是哪里呢？是克利夫洛。好，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这其实呢是在第聂伯罗州旁边一点点，也就是在靠近中部的地方啦。那大概呢就是如果核是在这边的话，好，它其实呢就在旁边扎波罗的旁边而已。那你就会说了，怎么会从东边这边一路的往中边这边来打呢？而且呢还造成了一个男童还有2名的老妇人受伤。那俄罗斯的讲法是说呢，他们现在持续的在不同的地方有在进攻，这个打的地方是志刚重镇，而另一个打的地方是哪里？是呢，在他们的边境地带，说一个晚上打了101架的乌克兰无人机。同时呢，也来看看这个画面，说乌克兰的无人机呢的回击，则是呢造成在克拉斯诺达尔有巨大的爆炸，这是俄罗斯的仓库给它引发，同时呢，希望能够消灭它的战力。大家就开始在讲了，两方你来我往，最后到底谁能够拿得最后的胜利？目前看起来，在乌克兰这边持续的寻求西方的协助，而俄罗斯呢，则传出有从伊朗这边拿到了飞弹。好啦，可是问题是，这个飞弹是完整的飞弹，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路透社的讲法是说，他给了他飞弹，没给他推进器啊！为什么嘞？有可能啦，是因为他们之后会用改装的卡车来运载飞弹啊，等等等。可是有另一个可能是伊朗故意不给他，原因是因为要预留一些空间来跟西方这些国家，不管说是谈条件，又或者是说他们保留一些手上的筹码，这都是有可能的态势。而至于在美英的这个部分，现在一直在被讲说，你到底要不要给乌克兰更远的一些远程长程飞弹？好。泽伦斯基是一直在游说啦，说希望可以有。那也有人说，这其实是希望能够强化乌克兰的历史定位，因为呢，如果说有的话，那就表示西方其实非常在意乌克兰，那这可能就会变成了归功于泽伦斯基 ，credit 会在他身上。但是啦，前 CIA 的专家的讲法是这样，不管给或不给，他认为现在乌克兰的手法跟以色列手法是一模一样，就是想要拖美国一起跟他下场打。那看起来就是美国应该是不想要这么干，而俄罗斯方面呢，则完全不想谈，因为这个第2届的乌克兰和平峰会，目前俄罗斯的发言人扎哈罗娃已经讲了，说如果他每次讲的都一样的话，那就不用再找我们去了，因为我们就是已经不要那样啊，那个就叫做不可行的一个方案。可是呢，现在也有这号称第3势力，而且呢是独立的民调机构，他们说对俄罗斯人来做一个调查，结果呢有近半49%的人希望从乌克兰撤军展开和谈，有63%的人希望能够跟乌克兰来签署和平条约。当然，这个民调做出来之后，各方的解读不太一样。可是目前真正有在做的是什么？是俄罗斯这边，他们确实该卖的天然气，该卖的这一些原物料从来没缩手。来看到的是天然气的部分，他们销往中国年底将会达到最高水准，也就是年供300亿立方米。
除此之外，军事方面没有落下。中俄现在加强军事合作，北部联合2024二阶段会在俄罗斯这一边开幕，同时呢，他们的兵力会围绕什么海空，然后呢，火力打击、防空、防导等等多个项目来做演练。那换句话说，在这一边中俄之间，他们不需要任何的联盟，但是呢，在军演上一年有个3、4次、4、5次，看起来之后会是一个常态。拉夫罗夫就直指了，我们不需要像北约那种的军事联盟，我们基本上就是会定期的举行联合军演，俄中之间的合作不需要靠那一些东西来维护。想要请教一下亮哥，当然了，在俄罗斯发出了这样一个说法之后，中方这边相对的是保守一点点，但俄罗斯前线在打的时候，目前看起来东部打，北部要收复，可是现在已经跨过河，打到中部一个至刚重镇。对，那个克利夫洛已经跨过德涅伯河了，对，到另外一边去了啊。不过那个，因为俄罗斯也有占领那个扎波罗热跟赫尔松嘛，对啊，所以那个往上还是碰得到了。对，不过这我真的不知道他的用意了啊。对啊，打那么远干嘛？不是本来只要河的这一边，那就天然疆界，这合理啊。是啊，我是怀疑，因为如果说他们是至刚重镇，那是不是有军需的提供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啦。哦，不然就战术上打那边实在是很奇怪。对啊，真的很奇怪。所以可能是一个，因为乌克兰要做炮弹总要有钢吧，我不知道了。那应该 OK 他目前这种工厂应该会拉到乌西吧，因为乌东都已经被占领了嘛。这个我们只能够推论啊，我们不知道实际状况。是，不过打那个地点真的很怪啊。我觉得目前的局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了。那个做民调都没有意义了啊，因为这个局非常清楚，就是这个俄罗斯10月1号要把乌军从这个库斯克赶出去，对，然后红军城跟德涅伯河以东，他能够打多少就算多少，是，那其他就是在等选后了，还有冬天呢。就是因为俄罗斯这个乌克兰这一带，冬天之前可能会下雨，那可能会变得很泥泞啊，那也不好打啊。所以我认为之后可能就会进入一个比较就是不密集的状态了，就是然后就等那个美国选后，看美国怎么想吧，大概是这样。因为我认为目前你也看到几个比较大的动作啦，比如说欧洲这个冯德莱恩宣布嘛，要给乌克兰350亿欧，对不对？那美国跟英国宣布要给乌克兰15亿美元嘛，那个350亿欧是要干嘛的？我认为是要去帮他修复电厂的啦，这个还谈不上重建啦，因为重建可能整个要5000亿啊，可是350亿就是因为快要进入冬天了嘛。你乌克兰至少要能够撑住啊！是那目前可能有很多毁坏的公用设施要赶快修复啊。那美国跟英国提供了15亿美元，我认为大部分是要付薪水的啊，然后就是巩固兵源呐，让那个士兵不要散掉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动作大概都是，就基本上就是这些动作了。固本。那至于双方会互轰啊，你说什么？哎呀，炸到一个大的军械库啦，等等，这个都是个别事件啦。我觉得对于大局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大概是这样是。那中国跟俄罗斯也是一样，我认为还是一个稍微稳定的状态，它只是看得出来俄罗斯比中国要积极很多这样因为俄罗斯急着要到亚洲来嘛，那所以他就希望跟中国这个同盟的事态越来越明显所以你刚刚我们前面那个题目，你才会看到，他竟然把台湾列为也是列为那个敌对国这个我觉得他就是故意要表达一些善意啦，那猛靠，说我是跟你站在一起的这样那中国大陆比较谨慎OK。
好，来请教一下杨老师，那种感觉就很像是有一个同学一直要来找你玩，另一个同学想说，哦，好啦，那我方便的话，我就出去跟你玩的那种感觉。但是想请教杨老师的是，其实俄罗斯当然他们家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步骤，那当然啦，在冬天之前，他可能也有一些他想达到的境界。我先讲，我们这一阵子怎么大家都好像对美国总统大选这个不太关注了哈，有点落掉是吧？对不对？那然后呢，在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居然都还是在拜登在处理，然后呢，拜登不断在做新闻，可是没有任何的具体的作为跟政策出来，因为他没有办法，他做到11月5号政策就要停下来，哦，那如果今天是川普的话，那整个会大转弯。川普说他当选之后，在总统当选人期间，他就要让乌克兰战争停下来，他把两个人找来。如果是贺锦丽，我想这个战争会继续，但是呢，要等到他1月20号上来，他可能有不同的想法。那为什么现在不断的就是拜登？因为西方媒体一方面对于俄乌战争就是希望还是持续的去帮助他，但是已经帮助不大了。最后这个冯德莱恩拿着俄罗斯的财产去做抵押，然后呢给了350亿，我觉得这大概是最后一笔钱了。另外一个呢，那就是他不敢去问贺锦丽。贺锦丽 ，Camera， 你对于俄乌战争，你觉得应该怎么结束？就没有办法去问，因为问的话怎么办？会跟现在不一样嘛，是不是？那可是作为一个美国人，难道你对这个战争怎么结束你不关心吗？他们真的不关心，因为这个战争跟外交议题在美国的大选影响很小，还不如这个加沙战争，哦，所以你看哦。美国做这个世界警察做这个霸主，可是加沙这边死了42000人，然后呢5000个这个呼叫器造成3000个人受伤，这种民用装置武器化的，然后呢俄乌战争打成这个样子，他们在选总统，他们完全不在乎。那我们现在讲哈，这边提到了一个，这个真的只有台湾媒体登的，他说这个 extreme scam，我还真的到他网站上去看了一下，没有这篇报道。他最近一篇报道，他自己的网站呢是8月份的。是。那我说所有的英文的媒体，俄罗斯的媒体没有这样子的报道。那我也很怀疑他们，因为他们是什么呢？是在欧盟的俄罗斯人做的一个这样子的组织，你可以想象是比较反对派嘛。所以呢，做了一个报道说，49%俄罗斯人支持要撤军，撤军就从乌东撤出来哦。这个真的有一点跟我们一般的理解不太一样，乌东基本上是俄罗斯人呢，这当初为什么普丁要去打乌克兰战争的原因之一嘛，对不对？那中俄之间其实很简单，对中国大陆而言，既是能源安全，也是战略安全。什么叫战略安全？那就是核武，对不对？所以呢，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我觉得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之后不管俄乌战争怎么变化，我觉得俄罗斯还是会面对西方国家的集体的制裁。是，请教一下左老师怎么样来看？好，首先我想看到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情况哈，乌克兰为什么会发动这些攻击？大概2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就是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设施跟它的能源设施。那因为毕竟乌克兰本身的能源设施受到攻击，而这些攻击是来自于从俄罗斯本土所起飞的这些战机啊，以及它的这个发射的飞弹，所以它要去攻击这些目标，这是当然第一个重要的这个目标重要的理由。而这个目标呢，其实有一些初步的成果。什么指标呢？就是看到就是俄罗斯在今年的3月开始限制它的这个石油出口。那么这个情况现在已经延伸到说到今年年底都要有这个限制啊。那这个反映什么？就是说它的能源设施的确受到一些影响。第二个政治上的功能，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美国跟欧洲一直是反对乌克兰使用他们的武器去攻击俄罗斯的本土，理由就是说怕这个紧张情势升高。那么泽伦斯基现在就是要告诉美国跟欧洲说，你看我打到他的本土，它也没有升高，或者情况也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们放心的解除禁令。这个是为什么他现在要积极发动这个攻击的原因，因为他马上就要到美国去，他要在到美国去之前就要展现他这个无人机部队的成果，让大家给他更多的支持，以及让美国跟欧洲解除对他使用他们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这样一个禁令。
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从所谓跟乌克兰跟俄罗斯谈判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还要看到的一个就是说是乌克兰跟美国以及他的这个欧洲的盟友之间谈判。那这个讲到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援，其实跟台湾有点关系，因为其实刚才讲到就是说台湾有一些国防的问题要处理，在这2天的这个华尔街日报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的政府希望跟美国有这个军事武器的共同生产，但是现在美方有一些顾虑，就是说，台湾的这个生产能量够不够？还有一个就是说，台湾在这个保护这个国防生产机密的这个工作做得到不到位，特别是所谓网络安全的部分。那我们数发部已经成立好几年啦，我们过去一直强调说，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什么 IT 大臣啊，天才的 IT 大臣啊，然后现在这个政府又还强调说，我们是跟民主国家站在一起。但是如果你自己基本功都做不好，民主国家怎么敢跟你站在一起？你自己的这个机密保护，你的这个非常强的 IT 的这个基础能力都没有办法有效的去保护你这个武器啊、国防这个设施的生产，那你怎么能让美国放心的把这些武器的共同生产放到台湾来？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能不能在战时我们有足够的这个军火，我们有足够的这个弹药来支应我们的战争上的需要，这些都是最实际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处理，比一天到晚喊口号、民主威权的对抗，要这个联合民主国家这些空洞的口号来讲，还要重要的太多。重点是要有实质啊，我们看得到东西嘛，喊完之后没有东西，那所以然后呢？其实呢，现在大家都在讲了，中美之间呢，你一直以为他们好像在对抗，没有，他们一直也有在对话。这个经济工作小组又见面了，好，19、20号他们在北京主持第5次的会议，而且呢是由双方的副部级来进行交流，两边看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哈，陆方关切的是什么？就是你那个关税制裁，你们现在到底讨论的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东西？而美方这边是说，你们产能过剩，现在到底是不是也要卖到我们这边来？你跟俄方的这一些的支持有没有牵涉到被制裁的项目等等等？好，双方的讲法，何立峰来做个总结，说就是要妥切的来处置彼此的关切，同时要保持经济领域的沟通还有交流。因为线下所看到，在经济层面，美方是有动作的。来看到他们对于中方的惩罚性关税27号生效了，这是什么？是其实针对了电动车100%的关税，太阳能电池50%的关税，还有钢铁铝、电动车电池、关键矿物25%的关税，即将就要生效。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他不准人家补贴，但是他自己在奖励，砸了960亿元，要奖励什么？奖励他们自己来做所谓的电池。他说这些电池我们自己也可以来嘛，那我们来补助你，希望厂商能够把这些东西拿回来自己做。而且呢，现在美国的电池的材料厂即将就直接会获得$6000万的补助，那未来呢，甚至每一年最高是可以支援150万辆电动车所需要的电池化材。中方现在其实呢知道了，美方就是这样做嘛，但是他也想要知道是欧洲能不能走自己的路。欧方现在对于中方的电动车好像有一些妥协了。先前我们不是说嘛，他们的商务部长去了之后呢，现在中方所提出的电动车价格承诺协议，说可以暂缓了欧盟加税的表决。欧盟这边的人表示说呢，这一次磋商是具有建设性的。那高关税影响目前其实对于欧方的电动车销量已经造成影响。8月的时候呢，在德国这边销量说暴跌了有70%之多，而法国呢，在8月的时候，他们的交付量呢也下降了33%。其实呢，对于车来说，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德国。好，他们的大陆车市内卷很严重。对于德方来说，像他们 BMW 啊，现在也开始重启了汽车价格战了。他们也有在做纯电哦。好，可是看到这个价格，我觉得台湾人物也会很生气，因为呢，在大陆现在他们价格降价是什么？最高呢，他们现在是250万，原价是多少？台币657万。在那边因为内卷严重，所以价格战他们也不得不低头。而这一切呢，其实都跟什么市场有关系？这个
公司以前叫全球龙头英特尔，结果呢，曾几而时，现在说因为战略错误加上 AI 崛起，已经要沦为被收购的目标了。目前高通这家公司呢，是已经向他们提议并购，设计900亿美元市值，算是科技业最大的一个收购案。一代霸主英特尔是不是真的会卖给高通呢？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今年以来表现真的不好，而他们现在业务上面呢，在即便啦，美国政府有想要支持，可是你很难撑得住嘛。股价今年年初以来已经跌了将近有60%了。那问题在哪里？当然就是季度的亏损，以及呢他们内部的一些人员现在也面临了裁员潮。好，可是如果真的要卖的话，基本上也不是太容易。路透社的报道就讲了，如果高通加英特尔呢，现在大家也担心会不会有这个相关的，比如说问题变成最大，变成了一些在商业上面的一些制裁。所以呢，他们现在说了，如果真的要卖的话，也许啦，必须要拆掉部分业务，才能够让监管机构能够去核准它，不要让它变成另一个巨头。那我就想要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样来看？我们从中美的经济工作会议来看的是，两边关切的不一样，但是都认为要持续对话。我觉得这个跟那个战区对话一样，或者国防对话一样啦，就是表示我们有在交流啊，可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啦。这个不过倒是美国决定要再加那个税啊，我觉得里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太阳能啊，就是美国如果决心要这样做，那它未来节能减碳的成本可能会是全世界最贵的。因为欧洲也没这样干呐，就只有你这样干，那你一定会垫高成本的啦。你再怎么样，30亿美元能干嘛？30亿美元要辅导美国的太阳能业者，这个非常有限呐。因为美国大概这个领域它的全球市占率不到10%啊。所以你如果真的就对中国的那给予50%的关税，那你就是垫高你的整个气候变迁因应的一个成本嘛，反正如果川普当选，他也不玩这个了啦。川普搞不好又退出气候变迁论坛，有可能。对啊，所以反正再看吧那我觉得欧洲跟中国大陆现在又卡住了啦，是表示欧洲内部真的有不同意见比如说冯德莱恩大概就是比较鹰派嘛，那就是坚持一定要对中国科至少要35%以上的关税，是那可是有个别国家跟中国谈妥了投资计划，这个其实欧盟，我也早在这个节目讲过了，我认为欧盟就是一个很难搞的单位了，就是如果欧盟有推出什么那中国要搞定所有的国家真的是难度非常高，所以你看那个。包括李强啊，或者习近平，他的高峰的会面都是双边关系嘛。事实上，对欧盟他们也不抱太多的信心呐。那问题是这个是欧盟的东西，是啊，所以我认为会纠缠蛮久的就是这样。因为欧盟你想一想嘛，有波罗的海国家，然后还有北欧国家，那都是比较亲美的所以真的很难搞了。那至于那个高通跟英特尔我认为这个本来就不会过了，可是有可能是高通在耍诈啦。因为我如果在市场上放出这个消息，那人家就知道英特尔不好那他事实上不是要买英特尔全部啦，他是要买英特尔部分公司啦。那如果因为我跟你讲，这个还牵涉到反垄断那中国大陆也有话语权我认为它反垄断的部分一定不会过了，太大了所以到最后破局的时候，英特尔的股票就会再跌，然后高通再说更好买，其他那个要不要卖给我？我觉得他应该是看重的是英特尔的部分公司啦，OK，而不是全部啦。那这个就有一点，反正让市场知道嘛。事实上，英特尔现在的那个它的营收还比高通要高，可是它已经经营的非常糟糕了啦，所以股价大跌，
员工也做了必要的裁员嘛。那现在坦白讲，它真的相对于台积电被甩太远了啦。可是高通还有部分的晶片，它是可以跟台积电来对抗的。那英特尔是完全没有办法了。哦，有没有可能其实这是意在沛公？哎，不知道，不知道，有可能。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刚刚讲到哈，其实现在在美中双方他们持续的有在对话，但是在电动车这一块看起来就是直接下手了。原因是因为软硬体都不给之外呢，现在电池这些守得更严。请教一下杨老师，你知道现在在全世界，中国市场、欧盟市场、美国市场啊，电动车在过去今年的上半年，中国市场大概是占40%，这已经是不得了的哦。欧盟市场2%。美国市场只有10%，1%哦，所以事实上，美国的市场还很欠缺它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设备。那可是呢，福特的这个执行长金发里，他《华尔街日报》登，他在最近一次的董事会的时候公开讲，他5月份的时候到中国大陆去看，他说他其实已经吓到，《华尔街日报》这么写哦，他说金发里福特的这个 CEO 他说，中国车企正在以光速前进，在汽车上所使用的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和美国的现在的技术完全不一样，而提供流畅的数字功能的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利用低成本，然后呢，这个就是供应链正在价格上击败竞争对手，那积极的向海外的扩张。所以美国跟欧洲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问题。那我觉得他们其实现在只有自我筑墙、保护主义。可是保护主义你自己做得起来吗？你能够取代就是中国现在越来越先进，它不是在卖车，它是卖一个平台，一个智能平台，也不只是电动车或者是这个电池而已了，它是整个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智能、自动驾驶 AI 的一个智慧平台。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在这个起跑，然后呢，把你自己这个市场保护起来，你只会差距越来越远的。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就要请左老师来帮我们总结，到底现在怎么看世界局势？只能合资。节目最后，请左老师帮我们总结。好，为什么欧盟要延后这个投票呢？主要有2个理由，一个是实质性的，一个程序性的。先讲程序性的理由，就是因为在这个投票之前，各国政府要先看到他们调查的具体事实，而这个其实目前这一步骤还没有做到，所以呢，因为这一步都没完成，因此他没有办法在9月25号如期投票。现在最早的时间大概就是9月30号。但是实质性的问题可能更重要。这实质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欧盟现在所采取的这个税率啊，因为这三家汽车的税率不同，像比亚迪大概是17左右啊，那像这个上汽大概是36左右。是，但现在他们估计说要让这个大陆的这个电动车卖到欧洲来，不会伤害到欧洲，不会造成对于欧洲本土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压力啊，不会把它们都掩盖掉的，这个税率要拉到300%，因为它这个价格太便宜。